今年周末来相亲的人可多了，我差点没让一对单身男女给气过去啊。有一位25岁的姑娘，上个月就来找对象了，人确实很漂亮，外貌绝对在7分以上。做策划的她找对象就有一个点，颜控，就是喜欢那种又帅又成熟又稳重还有钱的。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啊，不是觉得人家个子矮，就是觉得长得丑啊，要么就是不太会打扮的。好不容易啊，有一位男士27岁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长得很帅啊，父母都是医生，这家庭条件也好啊。这姑娘觉得还行，想见面认识看看。给这男士啊看了这姑娘照片，他也很愿意，毕竟人姑娘长得也好看啊。昨天晚上俩人就约着啊，一起去吃了个火锅呀。俩人在前面聊的都很好，很开心啊。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兴趣优点这些。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呀，自己性格是比较属于那个沉稳，脾气也很温和，平常喜欢运动啊，经常去健身房，也特别喜欢研究美食之类的。完了啊，他就问这个姑娘，哎呀，你性格怎么样呀？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？人这姑娘可有意思了，说我比较懒，不会做饭，不会做家务，说平常喜欢购物，喜欢旅游，喜欢看剧，喜欢睡觉等等。这给男士听懵了啊，这些都不是优点吧？这姑娘反问啊，怎么不是啊？不做饭，比较懒，都告诉你了，这说明我不装呀，不藏着掖着呀。爱购物，爱旅游，说明我热爱生活。这回答给男士整的是一愣一愣的啊，问他平常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呀？这姑娘说，少则1年3、4次，多则1个月1次。一般工作累了就得出去旅游，看看大好山河呀，也享受一下生活。男士吓得呀，赶紧摸摸口袋，你想的是山河大海，我看的是油和钱包啊。他就很好奇啊，你1个月月薪啊，肯定得有好几万吧？人姑娘很爽快，就5000，每个月月光基本都剩不下。给男士听的呀，那你没钱还敢出去啊？这姑娘听完就有点不爽啊，这女方跟男方出门，那肯定是男方出钱啊。他想找个同频的人，一起出去享受生活。听到这儿，这男士啊就怼了他一句啊，我也挺热爱生活的，我喜欢去阿尔卑斯山上滑雪，喜欢吃澳洲龙虾，喜欢去马尔代夫看海，还特别想坐直升飞机嘞。然后就问这姑娘啊，能否出钱也让她去热爱生活一场？这姑娘听了肯定不愿意啊，你是脑子秀逗了吧你？你出去玩凭什么让我出钱啊？男士就反问他，那你凭什么让我出钱啊？行了，这顿饭吃的表面是风平浪静，实则是暗流涌动啊。这姑娘觉得这男方太计较了，男方听了也不让啊。既然你说我计较，那火锅钱啊，咱一人一半。说着呢，男士就去前台付了300，转身就走啊，让前台去收剩下的。然后啊就没有然后了。回去之后，这男士啊就失联了，这姑娘就发信息要火锅钱啊，也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了，气得他哇哇是找我呀。我就特别的纳闷啊，以前呢这人相亲啊都介绍自己，哎呀勤快，性格温柔，会做饭，爱干净。现在有些人相亲去介绍自己啊，比较懒，性格不好，脾气急，不会做饭，还得让人照顾，听的都以为你是天生残废啊。这种上来就摊牌，无非就是以高位自居，让你知道我就这个样子，你爱喜欢不喜欢。你让他对着身价成千上亿的人说试试，他只会说，哎呀自己性格温柔，会做饭，会理财，会规划生活。另外呢，1个月工资几千的人，征婚资料展示的都是自己每年去过很多地方旅游，把喜欢旅游、喜欢购物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优点去展示，说自己热爱生活，这只会让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消费水平要求太高，婚后男人是要为此买单的。这在相亲市场上是绝对的减分项，还在那美滋滋的计划着，哎呀每年跑出去浪几圈呀，短则几天，长则数周不在家。你觉得这叫做热爱生活吗？我们去相亲啊，选择结婚对象，你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价值，收入、职业发展、家庭背景，对方的脾气性格，哪怕是身高样貌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。可你说你喜欢去旅游去购物，这些都是消费型的爱好，没有利他的价值，除非它能侧面的反映出你的家庭背景和收入状况，能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创造价值能力的人。比如说一个男人跟你说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一样，每年光抽会员卡就有几十万，你会觉得他价值低吗？别人最终能不能选你是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，而非消费本身。你拿着几千的月薪，有着消费几万的兴趣爱好，这男人不跑啊才怪呢。我跟你们讲，这2天我真要气死了。有一对相亲男女找我理论啊，2个人上周末出去玩了3天，回来就闹分手啊，各执一词啊，那理由听着你都跟着上老火了。男士是28岁，在私企做内勤的，这工资不算高啊，相亲不太容易。上个月就相了一个姑娘啊，这26岁会计，2个人认识有1个多月就谈了恋爱嘛。这半个月前，这女方就辞职了，觉得压力太大了啊，想出去旅游散散心，再回来找工作。哎，这男士一听就有些为难啊！你想想，裤兜啊，他没钱呀，比脸都干净啊，1个月几千块钱，还了贷款没多少钱了，一出门不得花个几千上万的。哎呀，转念一想着呀，这2人都处对象了，这不答应啊，这面子上又挂不住啊。于是啊，他又答应了。这姑娘心里是满是欢喜啊，想着阳光沙滩大别墅啊。上个周啊，这男士就通知了，这姑娘行程已经安排好了，为期3天去北京玩啊。
哎呀，周五一早就飞走，周天晚上回来。这姑娘听着是贼开心啊。按照计划呢，两个人周五一早就到了北京。哎，导游接到了，一片银发的大爷大妈们啊，这才知道男士报了个夕阳红的团，3天北京游啊，一人还不到500块钱，满车都是大爷大妈。这姑娘就不爽啊，我要的旅游是飞机、游艇、法拉利，你倒好给我整个大巴大爷和大妈。这男士一看啊，就开始哄着姑娘坐下来，和谁在一起旅游没关系，我们是出来看风景的啊。好了，最后呢，两人算是和解了，忍了，钱也花了，去玩嘛。第一站到了长城哈，那到山脚下之后啊，这姑娘抬头一看啊，那长城老高了，你眼望不到头啊。导游呢就推荐坐缆车，很方便，能够坐到半山腰。这姑娘呀，哎就要去坐，男人就劝她，长城爬了才有意义，不到长城非好汉嘛啊。坐那车俩人得花300块钱，一会儿到了他就没意义了。结果这满车的人都报了缆车啊，这姑娘就意见特别大。这男生就解释啊，这腿脚不好的人才坐，咱俩年轻人啊不用。就这样呢，两人到了长城啊，愣是爬到半山腰啊，累的是半死不拉活的。这事儿还没过啊，晚上安排的酒店是标准间，这两人为了避嫌呀，就各自和大爷大妈们合住。哎呀，这给这姑娘气的啊，嫌大妈打呼噜受不了，要花钱订大床房。男士就给劝住了呀，这都凌晨1点了，再坚持一下就天亮了嘛，半夜开个房这也太不划算了。好了，就这么过了一夜啊。第二天呢，两人就去看这个天安门之类的自由行嘛，行程比较顺，但是啊，人家夕阳红的团他不管午饭的，给安排到附近比较有名的小吃街上去了。姑娘一听啊，来了北京我不得吃北京烤鸭呀，嚷嚷就要去全聚德。好嘛，一问一只鸭子好几百，比团费都高啊。男人就说呀，这经济条件不行啊，不去了，换个其他的。人家姑娘可不愿意啊，两人在路边这么吵啊。男士就说呀，自己的消费能力还没达那一步。这姑娘就说啊，这难得出来一次呀，你回家可以省着，出来玩了该花还是要花的。好了，两人反正是各执一词，最后男士妥协，说带着姑娘去吃点北京特色，结果吃了2碗老北京炸酱面，花了60块钱，差点没给这姑娘气炸了呀。哎呀，好在晚上这男士答应这姑娘吃老北京火锅呀，美团上各种团，到了店里也不能多点，一多点这男士就说呀，北京这地儿太贵了，吃不起。最后一天呀，上午玩了玩啊，下午就回家了。回家之后，这姑娘就发信息啊，说两个人不合适啊，很不合适。男士一听就赶紧挽留啊。这女方就觉得呀，这次出门啊，就直接就看出来男士太抠了。他不是一个花钱很大方的人，但是也绝对不能这么算计吧。男士就解释说呀，自己过日子这不都是精打细算吗？我一个月6000的工资，还了贷款还剩了不到4000了，除了生活费，我也不得多省省嘛。俩人就这么谈着谈着他崩了啊，闹了一天啊，找我理论，要我给断案。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啊，男方只是省的比较多，并不是抠啊，这确实和个人能力以及消费习惯有关系。你让月薪几千的人突然去享受月薪几万的人的生活，他适应不来啊。女方你要么权衡男士的这个人品、工作、性格等等，再看看自身的条件，对吧？再去确定两个人合不合适。另外呀，给个建议啊，旅游这事儿啊，很多人都会吵架，谁出钱听谁的，你不满意自己出钱安排嘛，两人都开心啊，不要自己不想出钱还得埋怨着别人，这事啊就有点不太地道了。也送男士一句话啊，有句话叫做骑着自行车去酒吧呀，该省省该花花，只要对方要求不太过，咱也互相理解。最后啊，鞋合不合适脚知道，你多磨合舒服了才能走下去啊。哎呀，别磨出泡了还得硬磨呀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找对象，你是瞎子点灯你瞎找啊。今天我让一姑娘给他择偶要求给气的那血压蹭蹭的啊。有一位姑娘32岁，无车无房，北漂，她联系上我，想让我帮她介绍对象，说她的要求一般人给介绍不到。她要嫁的是京沪有房年入1000万的男人，是年入1000万啊，不认身价1000万。我听完第一反应啊，这姑娘条件一定很好啊，肯定不差。我问她什么情况，她介绍我说，硕士事业编制啊，年收入15万左右，身高168，体重100斤左右。虽然32岁，但是娃娃脸，看着像25岁的。哎呀，给我一张照片，8成是带美颜的，看着确实漂亮。听完她的条件和择偶要求之后，我就觉得不切实际啊。在北京这个城市啊，论学历，单身女硕士那是一大把呀。论年龄，00后的年轻姑娘来找对象也一大把，论长相漂亮也多了去了。你起码有那么1、2条能拿得出来优势吧，不能什么也没有就要找年入1000万的呀。他说自己可以退让一步，除了年收入有要求，其他的都不太做要求。可以要求这个男人啊，年龄大10岁，长得丑也没有关系，毕竟都能赚这么多了，肯定要包容人家的。家庭条件的也不限制啊，哎，要是脾气不太好啊，他也能忍忍。听完呢，我顿时觉得啊，这逻辑真的是让我服服的了。年入1000万的男人，主动权在人家的手里，怎么可能会让你有机会去筛选他们呢？你现在不是想你怎样去接受他们，而是想怎样才能让他们来接受吧？哎呀，这姑娘是一点都听不明白啊。说我要是觉得给他介绍对象困难，他可以把要求再降低一点，年入600万，北京有房子就可以。
但是啊，这条件下降了，其他条件就要提升的。你不能长得太丑了，也不能太胖，平常还得顾家。哎呀，血压呀，真的王八都给我摁不住，听得我呀一时找不到词来形容啊。就你这智商和思路，你真的配年入10万，我都觉得费劲啊。我说姑娘啊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看我手上这款行李箱是我最喜欢的，我为什么会喜欢它呀？首先它牌子硬，地平线8号，美国著名的箱包品牌，罗永浩、周杰伦都是它的明星用户，绝对是有实力吧。其次，你看它外形颜值，宽拉杆设计，超级时尚大气，尽显高级感。360度轻音轮，钢制双轴承材质，坚实耐用。我出去旅游啊，推它推的特别的顺滑稳定。关键啊，人家还超静音，箱体100%PC 材质，更轻更有韧性，不易破裂。你看人家这很小的细节都很精致。拉链采用的是知名的拉链行业鼻祖日本 YKK 拉链，顺滑持久，拉杆还是航天级金铝制拉杆，高于普通拉杆的3倍寿命。内里的分区隔层设计啊，特别让人满意，太实用了。这选行李箱啊，就跟选人一样，谁不想选个质量好的、颜值高的、与众不同的？喜欢啊，就别错过，可以点击购买。你看我买个箱子，我都要看颜值、看实用性、看价值，何况娶老婆呢？更何况人有钱男人娶老婆呀。很多年入100万来找对象的男人，人家的择偶要求，首先第一个年轻好看，其次呀性格温柔不作不闹，第三个家庭无负担，原生家庭良好教育。年薪1000万的男人的择偶要求，哎呀，要么有钱，要么有权呀。他听完就跟我反驳说呀，哎呀，并不是所有男人都像我说的那么现实啊，网上好多晒自己经历的姐弟恋的，相差10岁的，女方离异带娃，哎呀，男方又有钱对她好的，嗨，你可以看看我的评论区啊，还有说80岁老太遇到迪拜王子的，为什么杀猪盘专挑大龄剩女下手啊？因为你们相信不劳而获呀，相信着千万条馅饼，相信国产科幻剧的剧情会发生在你自己身上。你们最擅长的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有钱人身边有多少主动贴上去的年轻女性啊，还轮得到大龄剩女吗？有那些不切实际的择偶幻想呀，不如啊脚踏实地的上班工作，没事多健健身，提高一些腰臀比更实际一些。这个世界上有钱人都不是傻子的，1000万1年的利息就几十万，你想空手套白狼啊？什么都不提供就想嫁给他们改变阶级，可能吗？那些有钱人，你当他们是没见过世面吗？能用1万块解决的问题，没必要搭上1000万呢。你要有自知之明的，你想找个1000万的，要么肤白貌美大长腿，上得厅堂下得厨房，温柔在床，要么圈子有资源有智慧。这个社会的等级划分啊，阶级锁定的是非常明显的。想靠着美丽的外表嫁给富人，前提是你得有这个价值。如果各方面资质平平，就算给你见面认识的机会，你都不一定能把握住的。与其这样，不如找个脚踏实地、找个条件差不多的男人啊，更实际一些，懂了吧？散会。